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对中国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构成新挑战。Reuters， 东方资本研究公司 Orient Capital Research 董事总经理安德鲁·科列尔 Andrew Collier 表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超过9万亿美元，给国家金融体系带来了一个黑洞，可能会影响银行和市场。中国今年正在推动经济复苏，增加基础设施支出作为增长的关键驱动力。然而，土地销售下降和筹集新资本的困难也可能达到这一目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过去在影子银行部门融资，但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在岸债券市场，在某些情况下转移到离岸。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Alicia Garcia Herrero 表示，尽管有这笔巨额财政承诺，但尚未有任何关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违约的报告，尽管有些人已经延长了贷款。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预防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中国两会期间的重中之重。为了回应这些担忧，中国的银行警告不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提供新的贷款，并被要求降低利率并延长现有贷款的期限。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总债务线已达到66万亿元人民币 9.5 万亿美元的峰值，预计情况将恶化。一些人预测这些车辆中有相当一部分可能会崩溃。此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面临资本市场准入问题，这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鉴于中国银行的谨慎态度，在融资风险可能会增加。美国银行抛售在欧洲银行掀起涟漪。Reuters， 周五，全球银行股抛售波及欧洲，该地区一些最大的银行股价暴跌。斯托克银行指数下跌 4.4%， 为6月初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大多数顶级股票大幅下跌。此次抛售是由于矽谷银行在出售主要美国债券以满足储户现金需求时损失了18亿美元后筹集新资本的举动。该银行的问题凸显了银行的脆弱性，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支撑银行现在需要控制其风险敞口的地方。欧洲股市因银行暴跌而暴跌，美联储不确定性承压。Reuters， 欧洲股市周五跌至一个多月来的最低水准。泛欧斯托克600指数下跌 1.7%， 金融股受到打击。欧洲银行业指数跌至6周低点。此前，美国银行 SVB 金融集团发起股票出售以支撑其资产负债表。投资者担心银行业的压力。City Index 高级金融市场分析师 Fiona Sincata 表示，如果它可能发生在一家美国银行身上，那么它也可能发生在欧洲的一家银行身上。零售商赌场下跌 4.71%， 数据显示第四季度销售和利润下降。澳大利亚监管机构表示，银行为错误收取的费用支付了 3.10 亿美元的赔偿金。Reuters， 澳大利亚的企业监管机构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 ASIC 声称，该国6大银行服务提供者已向那些被收取费用但未提供他们期望的服务的客户提供了47亿澳元31亿美元的补偿。监管机构下令支付赔偿金，因为有人指控4大银行，包括澳大利亚国民银行 NAB、西太平洋银行、澳新银行集团和澳大利亚联邦银行 CBA， 以及麦格里集团和 AIB 滥用其在几个领域的市场主导地位。除了这些赔偿金外，银行还受到密切关注，已发现其他市场滥用事件，其中包括误导性财务建议、利率操纵和保险欺诈的丑闻。美元需求大幅回升，因银行动荡令投资者感到不安。Reuters， 2月10日，美国银行股暴跌，引发投资者避险情绪，货币衍生品市场对美元的需求达到12月中旬以来的最高水准。3个月欧元美元交叉货币基差掉期价差下跌了17个基点，为12月14日以来的最大水准，表明硬现金需求增加。由于华尔街主要银行在2月9日贬值，欧洲银行指数计划完成自去年6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全球股票基金4周来首次每周流入。Reuters， 路福特利伯 Refinitiv Lipper 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8日当周，股票基金获得 23.6 亿美元的流入，原因是主要经济体消费走强提振了服务业，缓解了对全球经济即将下滑的担忧。在美国，
欧元区和中国2月份服务业均实现增长后，风险偏好上升。然而，对美联储为遏制通胀而进一步加息的担忧限制了这种胃口。欧洲股票基金吸引了47.6亿美元的资金流入，而美国基金的净处置额超过12.3亿美元，亚洲基金的净处置额为7.6亿美元。工业和金融分别吸引了5.16亿美元和3.39亿美元的资金流入，而医疗保健型业则流出9.14亿美元。投资者急于向美国货币市场基金注入现金泵创历史新高。Reuters 根据美国银行的一份报告，货币市场基金今年的投资水准创下历史新高，以应对高利率和对金融压力的担忧。美国货币市场基金持有的资产数量已达到 4.9 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与此同时，美国国库券现在的收益率是自2006年以来的最高水准。对通胀和进一步加息的担忧也导致投资者涌向短期证券。美国银行表示，利率上升的速度可能预示着金融市场系统性崩溃的开始。去杠杆化事件有多重潜在的催化剂，他们建议投资者能够快速购买在高通胀时期表现出色的新领先资产。最近，在银行贷款机构矽谷银行财举行动筹集资金以重申其资产负债表后，全球银行股大幅下跌。在其他地方，债券基金每周流入82亿美元，股票下跌5亿美元，金条损失了400万美元。日本股票基金经历了自2018年4月以来的最大流出。现金流入也发生了，今年到目前为止，现金投资为1920亿美元。SVB 金融股因担心资产负债表而再次下滑。Reuters SVB 金融集团的股价在盘前交易中进一步下跌了 40%。在这家专注于初创公司的银行披露计划从投资者那里筹集超过20亿美元的计划后，前一天下跌了 60%。这一承认引发了对其资产负债表实力的担忧。现在人们担心融资努力可能不足以阻止存款下降。瑞士信贷分析师表示，风险资本投资放缓被认为是另一个问题，而矽谷银行股价下跌也催化了银行债券投资组合的未实现损失。对 SVB 情况的反应影响了美国和欧洲的银行。受此消息影响，标准普尔500银行指数下跌 6.6%， 而欧洲银行在周五的市场上遭受重创。三菱汽车到2030年将投资120亿美元开发绿色汽车。Nikkei Asia 三菱汽车计划增加对混合动力车和纯电动汽车等电动车的开发投资，并在预计绿色汽车需求上升之前提高东南亚地区的营业额。到2030年，这家日本汽车制造商将在研发和资本支出方面投资高达 2.5 万亿日元，220亿美元。首席执行官加藤孝雄周五表示，届时三菱将向绿色汽车分配 70%， 约合 1.7 万亿日元，约合124亿美元。随着经济发展步伐加快，东南亚对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的需求预计将增长。三菱将投资当地供应商网络，以利用国内和出口市场。三菱是日本第一家承诺到2050年实现零碳排放目标的汽车巨头，紧随丰田和日产的脚步，后者也增加了对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的投资。以上是本期华尔街简报的全部内容，谢谢您的关注，请关注六度世界 3w.6do.world 的最新动态。谢谢大家收看，欢迎给我们节目点赞。